大家好。说实话，今天这条视频我希望所有成年人都能认真看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扎心的统计数据要告诉大家，成年人牙周病的盛行率高达 99.2%， 这意味着走在路上的100个人里，几乎只有不到1个人的牙龈是完全健康的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刷牙，牙齿不痛不痒就肯定没事？但这正是牙周病最可怕的地方，它就是个沉默的杀手。很多人来我这看诊时，牙齿已经晃了，咬东西没力气，甚至整排牙齿都松了才来求救。这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，能救回来的机会真的特别渺茫。所以今天这期内容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，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朋友，这内容真的太重要了。首先我们得先搞懂一个最基础的问题，到底什么是牙周病？我在门诊常遇到阿公阿妈中年的大哥大姐问我，医生，我明明不蛀牙不吃糖，为什么牙齿还会掉？其实蛀牙和牙周病根本是两码事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我们的牙齿就像一栋房子，牙龈和包住牙齿的齿槽骨就是房子的地基。蛀牙是房子本身出了问题，比如墙壁破洞，窗户烂了，补一补基本就没事，房子还能好好的。但牙周病是房子的地基被慢慢掏空了。你想想，山坡上的豪宅，地基下的土石一直流失，房子盖得再漂亮再坚固，最后不还是会整栋倒塌？牙周病就是让你牙齿地基流失的土石流。那这土石流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其实根源就是细菌。我们嘴巴里随时都有细菌，这些细菌会和食物残渣、口水结合，形成一层黏糊糊的薄膜，这就是牙菌斑。要是刷牙没刷干净，牙菌斑慢慢就会钙化，变成硬硬的牙结石。牙结石表面特别粗糙，会吸附更多细菌，这些细菌会分泌毒素攻击牙龈，最后慢慢溶解牙齿周围的骨头，这就是牙周病的真正成因。而且我必须强调一点，牙周病是感染，是细菌在慢慢侵蚀你的骨头，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火气大，别再被这个误区骗了。你是不是觉得牙周病只是嘴巴里的小问题，忍忍就过去了？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牙周病的严重性远比你想象的要夸张。我不是在吓唬大家，临床上我们真的遇过患者因为严重的牙周病，让细菌顺着血液跑到颈部深处，引发了蜂窝性组织炎。大家千万别小看颈部的蜂窝性组织炎，一旦肿胀压迫到呼吸道，是会让人窒息死亡的。这也是我们牙医常说的，牙齿顾不好，真的会出人命。除此之外，牙周病其实是全身性的发炎反应，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明确证实，牙周病的致病菌不会乖乖待在嘴巴里，它会跟着你吞口水，咀嚼的动作进入血液循环，形成菌血症，然后跑到全身各处放火。最典型的就是糖尿病。牙周病和糖尿病是双向的恶性循环。如果你有严重的牙周病，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性，让血糖更难控制。反过来，糖尿病控制不好，伤口愈合能力差，白血球功能下降，牙周病会恶化的特别快，骨头破坏的速度是正常人的好几倍。所以家里有糖尿病长辈的，一定要带他来看牙医治好牙周病，血糖甚至可能会跟着变好。再来是癌症，这几年的研究发现，严重牙周病患者得大肠癌、胰腺癌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研究人员在大肠癌患者的肿瘤里，竟然发现了原本只该出现在口腔里的牙周致病菌，这就说明这些细菌是可以转移阵地的。还有自体免疫疾病，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它的发炎机制和牙周病特别像，很多关节炎患者的牙周状况都很差。甚至还有研究指出，牙周病和失智症也有关联，因为咀嚼能促进脑部血流，牙齿不好，咀嚼功能下降，脑部血流量就会减少，
认知功能退化会变快，而且牙周的发炎因子还能通过血脑屏障影响脑部健康。所以治好牙周病不只是为了能正常吃饭咬东西，更是为了降低全身患癌、失智和患上各种慢性病的风险。那我们该怎么知道自己的牙齿地基还稳不稳？在牙科，我们有专业的判断标准，就是测量牙周囊袋的深度。所谓牙周囊袋，就是牙龈和牙齿中间的那条沟，健康的牙龈。这条沟很浅，大概只有1到3毫米。这个深度清洁起来很容易，但细菌堆积引发牙龈发炎，红肿后这条沟就会变深，深度到3到5毫米就是轻度牙周病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牙龈炎。这时候只是软组织发炎，骨头还没受损，你会感觉到刷牙流血，牙龈肿肿的。深度到5到7毫米就是中度牙周病，这时候骨头已经开始被破坏，地基在慢慢流失，你会觉得吃东西没力气，牙齿还有点浮浮的感觉。如果深度超过7毫米，那就是重度牙周病了。这代表牙根大部分都悬空了，牙齿会开始摇晃，移位甚至自己掉下来。除了找医生做专业测量，大家在家也能简单自查。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征兆。第一个是口臭，这不是普通的口臭，而是一种腐烂的味道。现在大家都习惯戴口罩，如果你发现口罩里总有一股烂水沟、臭鸡蛋的味道，那基本就是牙周病菌分解蛋白质产生的硫化物味道，这是非常强烈的警讯。第二个是牙龈流血，很多人刷牙流血觉得是刷太用力了，其实健康的牙龈根本不怕刷，一刷就流血，就是牙龈发炎充血，一碰就破的信号。第三个是牙齿变长，其实不是牙齿真的长了，而是牙龈萎缩，牙根露出来了，这就代表底下的骨头已经流失了。第四个是牙缝变大，以前吃肉不会塞牙缝，现在每一餐都要剔牙，甚至讲话会漏风、喷口水，这些都是牙齿开始位移的征兆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类人，就是有抽烟习惯的朋友。说实话，你们是牙周病的高危人群，风险特别高，因为香烟里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，正常人牙龈发炎会流血，这是身体在提醒你这里生病了。但抽烟的人因为血管收缩，牙龈看起来白白的，也不流血，你会误以为自己牙齿很健康，可这全是假象。等哪天你发现牙齿咬不动东西了，骨头基本已经被破坏光了。所以抽烟的朋友拜托大家一定要定期找牙医做检查，别被表面的和平骗了。既然知道了牙周病的严重性，那到底能不能治好？首先大家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牙周病造成的骨头破坏基本上是不可逆的，就像地基被冲走了，土很难自己再回来。所以我们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病情，不让它继续恶化，而不是让牙齿恢复到像婴儿时的健康状态。不过如果你是轻度牙周病，只有牙龈红肿、流血的症状，那恭喜你，这个阶段是可逆的。还有黄金治疗期，只要你找牙医做专业的洗牙，把牙结石清掉，回家配合正确的刷牙习惯，通常只要3天，牙龈的红肿就会消退，刷牙也不会再流血了，真的只要3天。但如果已经到了中度、重度牙周病，光靠洗牙就不够了，因为普通的洗牙机头只能伸进去一点点。对于藏在牙龈下面5毫米、7毫米的牙结石，我们必须做深层治疗。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医保的牙周病整合照护计划特别贴心，只要符合资格，医保是会给付治疗费用的，其中就包含了深层牙结石刮除术，也就是俗称的牙根整平术。这个过程会打一点麻药，牙医会用专门的刮刀伸到牙龈深处，把粘在牙根上的脏东西刮干净，清掉受感染的组织，让牙根变光滑，牙龈才能重新贴回牙齿表面。如果病情再严重一点，
刮刀都清不到牙结石，那就需要做翻瓣手术。大家别听到手术就害怕，其实就是把牙龈切开翻起来，让医生能直接看到骨头和牙根，把脏东西彻底清干净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如果你想让骨头稍微恢复一点，可能就需要自费做牙周再生手术，也就是填补骨粉，放置再生膜。这就像是给地基补土，再盖上一层防水布，让骨头慢慢恢复。但这个项目通常不便宜，而且效果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和后续保养情况。另外，很多人会问，现在很多诊所推的雷射治疗怎么样？有些还要自费好几万。其实雷射在牙周治疗里只是辅助作用，它能帮忙杀菌、止血、促进组织再生，对清除深层结石也有一点帮助，但它完全不能取代传统的刮除术。对于怕痛、想让伤口好得快一点的人，雷射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它不是神丹妙药，也不是非做不可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医生的建议来决定。除了正规治疗，网上还有很多治牙周病的偏方，今天我就帮大家逐一辟谣，免得大家走冤枉路，花冤枉钱。第一个偏方，椰子油漱口，能治牙周病。网上说早上起床含一口椰子油漱口，能把细菌拔出来。说实话，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个方法能治疗牙周病。美国牙医学会也明确说过，这招缺乏实证。大家想想，牙菌斑是粘在牙齿上的顽固生物膜，就像厨房琉璃台的油垢，光靠油在嘴里晃来晃去，根本带不走，必须用刷子刷。所以别浪费椰子油了，不如好好刷牙。第二个偏方，用盐水漱口就够了。盐水确实有一点轻微的杀菌效果，老一辈的人也喜欢用，但严重的牙周病问题根源是深层的牙结石和细菌，盐水根本渗不进去，也溶解不了牙结石。你可以把盐水当成辅助，稍微舒缓一下牙龈红肿，但千万别指望它能治病。第三个偏方也是最多人搞错的，买了冲牙机就不用牙线了。很多人觉得冲牙机的水柱冲起来很爽，能看到菜渣掉出来就觉得清干净了，但冲牙机根本冲不掉粘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。牙菌斑特别粘，必须靠物理摩擦才能弄掉。就像洗车，光用水柱冲，车身的顽垢根本冲不掉，一定要用海绵擦。对于牙齿来说，牙线和牙尖刷就是那块海绵，冲牙机只能当辅助。尤其是做了牙周手术，牙缝变大容易塞东西的时候用，但它绝对不能取代牙线。讲完辟谣，大家肯定想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预防、改善牙周病。其实核心关键根本不在牙刷，而在牙缝的清洁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牙周病就是从牙缝开始烂的，牙刷刷得再干净，也只能清洁牙齿表面，牙缝里面就是清洁死角。所以我给所有患者的建议，大家一定要照着做。第一，严格执行背式刷牙法。很多人刷牙像锯木头，横着大力刷，这样不但刷不干净，还会把牙根刷坏。正确的方法是，牙刷毛和牙齿呈45度角，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，2颗2颗地轻轻来回震动，每次震动大概10下，这样才能把躲在沟里的细菌清出来。第二，每天都要用牙线。牙线不是塞进去再拉出来就完事，你要让牙线呈 C 字形，像拥抱一样，抱住牙齿的侧面，然后上下刮，把牙菌斑刮下来。每颗牙齿的2侧面都要刮到，一个都不能漏。第三，这是今天的重点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，一定要善用牙尖刷。如果你已经有牙周病，或者能看到牙齿之间有三角形的空隙，那牙尖刷就是必需品，牙线只能轻接触牙缝。对于三角形空隙，牙线是悬空的，根本清不干净。大家去药妆店买适合自己尺寸的牙尖刷，从 SSS 到 L 都有，选的原则是铁丝不碰到牙齿，刷毛能填满牙缝，伸进去的时候刷毛碰到牙齿就行，
中间的铁丝别刮到牙齿，然后轻轻前后移动，记得别硬塞，塞不进去就换小1号的，或者先用牙线，最好是从牙缝里面穿出来刷一下，外面穿进去再刷一下，内外夹击才能真正把躲在牙缝里的牙菌搬清干净。第4，戒烟是。如果你有牙周病还抽烟，那我严肃告诉你，神仙也难救。抽烟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，让牙周病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。想要牙齿好，烟必须戒。最后说说饮食，很多人问要不要戒糖。糖分摄取过多，确实会让身体处于发炎状态，对牙周病的恢复不利，但光戒糖根本治不好牙周病。核心还是要把牙菌搬清干净，戒糖只是辅助，清洁才是根本。还有很多人担心牙龈萎缩怎么办？很遗憾，牙龈一旦萎缩，除非做牙龈移植手术，否则根本不会自己长回来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不让牙龈继续萎缩，病情继续恶化。这里我要再强调，牙周病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病，就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，不可能吃一次药，做一次治疗就断根。你需要的是长期的维护，这需要你和牙医好好配合。医保每半年会自洗牙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也是你的义务。定期检查和洗牙是控制牙周病病情最有效的方法，千万别偷懒。今天讲了这么多严肃的话题，不是想让大家焦虑，而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听进去，重视起牙周健康，不要等到牙齿掉了才来后悔。那时候不管是植牙还是做假牙，花的钱都是好几万起跳，全口重建甚至要上百万。相较之下，买一盒牙线、一支牙刷才几十块钱，哪个划算？大家心里肯定都有数，哪怕你今天这条视频什么都没记住，也请你记住一件事：今天晚上睡觉前拿起你的牙线，或者那支买来从没用过的牙尖刷，给每颗牙齿的牙缝都清一清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在下方留言，我要一口好牙。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承诺，也请大家按赞关注，把这条视频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，这份健康提醒真的太重要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